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直播。突然有一个间谍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要好好注意一下那个什么雅居的。来，大家好，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下我们这台湾疫情还有一些世界的局势。那么开始之前呢，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我们的辛丑年的端午节要举办的我们的五路财神补财库法会，将会在下一周，应该是这周五，也就是6月4号，我们会准时结束。因为这次参加的朋友比较多，所以说老师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准备。一般过去我们是在法会前一天我们才截止，那这个必须要提早2天到3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得截止了，因为老师要准备了很多的过程，因为这个法会啊，它要连续举办5天东西南北中5路财神每一路都给各位补到，所以说需要时间。所以说一旦到了6月4号的中午12点，不好意思，我们一定会准时的撤掉了所有的报名的简章全部把它加密做密码了。那人家说为什么平常不开放，不让大家看一下回看呢？没有，因为这个我们都要把它收起来，因为这个就怕有人再报了，你再报的话，老师那个整个书文会乱，好吗？好，金老师周报已经出来了吗？等一下看完我们的直播啊，去看一下我们金玲老师的周报，好吗？他的周报其实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我还写不出来，因为金老师才有这个耐心一天天去看，我比较没有这个耐心了，好吗？伟大蔡政府刚跟高端签约500万剂疫苗，那个要出得来啊！你要先出得来呀，好不好？这个疫苗我们今天来稍微讲一下。好，来，首先呢，要讲一下我们台湾的疫情从爆发开始老师第一次的防线，也就是单日突破60例的天花板，就指台湾被突破之后，台湾的疫情瞬间就进入了令人惊讶的地步。然后老师从老师所设立的模组里面设立了第2道的天花板，也就是单日的500例。按照实质的曲线，第1周也没有突破，到了第2周，也就是本周，第2套的天花板就提升为了750跟920这个双重天花板。为什么？因为有校正回归。那么在这一周也差一点碰到了天花板，但是也是没碰到。加计校正回归这个特殊的算法，最多我记得好像是在600多例吧，还是700例，有点搞不清楚，大概600-700例左右。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天花板是没有破的。那么在这个没有破的状况之下，台湾的疫情会如何发展呢？在下一周，也就是从明天开始老师依据这一周的数据，现在要重新计算新的天花板。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为什么都要做疫情周报？原因就是每一周它的变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马来西亚它的变化就是令人匪夷所思，这个就要细细去看一下。所以说我们周二我们的疫情周报，我们特别讲一下马来西亚。那么台湾的疫情天花板呢，会怎么样去调整呢？调到单日新增病例会往上调到850这个数字，而加计校正回归为980这个数字。这里老师要先说一下，老师这个评估的数字是基于我们从去年的武汉封城的那一天开始，直到了现在，每一周老师都有把所有的世界上的数据都非常把它做了整理之后所得到的一个曲线当然还有老师的武术专业。所以说这天花板大部分的时候，目前也只有2个地方有突破到。第一个是什么？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老师本来预估它要往下走，结果一个开斋节就把它突破到9天了。那现在第2个就是台湾因为它的病例数60的天花板被突破。老师这1年多来看了全世界各个样子的疫情的预测大概就这2个地方给老师啪啪的耳光一甩一下脸都肿了，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不一定就是这个就是怎么样。我们在预估这个数字的时候所谓天花板就是它极坏的状态，像日本它就没有碰到它的天花板。那这个极坏的状况之下，你要碰到的几率说实在的是不高，所以说也只有2个地方。所以说呢，老师刚才所说的天花板虽然有增长，这个是针对于新冠疫情，它在世界各国它都会有一个递延性，也就是说，你今天感染了，你不是今天就会发病不是像感冒一样，你上午感染，下午或是隔天你就发病了，它都需要一个好几天的变化。而老师估算出来的数字除了第1周之外第2周感觉很奇怪，立刻把它调了10倍，从60变成到了500那么虽然这一周继续往上调，但是老师必须说，它不代表它会失控，因为按照大部分台湾百姓的自爱程度要走到失控，这个基本上是比较难的。
但是呢，台湾疫情它会不会有个终极天花板？它还是有终极天花板的。不过啊，这个还需要总共需要6周的时间，我们才能够统计出来，它可能最有的终极天花板会是在哪里？说总共现在过2周嘛，还要在4周，我们才能够把它终极天花板算出来。这个啊，不是说我们用猜的、用感觉的。有时候很多朋友跟老师去谈这个疫情的问题呀、那这个东西哦，我们不能用感觉的，因为这个是关乎到人命跟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说，老师一向不是像其他的频道主，他用感觉认为说是怎么样。老师所有东西各位看不到的时候，老师都是非常认真的去整理这个数据。所以说，老师讲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很认真的去整理过的数字，然后才会出来说天花板会不会突破的问题，还有它的极限值在哪里。比如说像法国，它的极限值它就没有再超过了，一直往下走，这个就是计算出来的结果。而现在的问题是啊，我们伟大的政府动作现在针对疫情啊是慢了许多，真正做出实际措施以及策略的，其实并不是中央指挥部，而是各县市首长，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南投县、高雄市以及金门、马祖等离岛的地方首长做的事，他们是比较确实的。该做的防疫手段，包含阻隔、取缔以及各方向的兵推操演。这个还有一些医疗物资的调配，比如说他们县市内的医疗的一些医生，或是你要怎么后送，你要怎么去安排，几乎都是这些县市长在彼此筹划以及安排。我们的中央政府啊，大致上都还在等怎么疫情自己结束，你知道吗？还在等疫情自己结束，每天坐办公室去等数字。比如说老师每一天一定在下午2点去看那个数字，但是从一开始等他讲完到现在的，我们就等他讲完了数字之后，大概就可以关掉了，因为后面大概就是大家知道嘛，好，我不要讲公开场合也不好去讲。这个金英老师在私下我跟他讲过，这台面上我就不要讲，好吗？而现在贷款纾困，要到明天开始审议，然后呢，因为明天周一嘛，然后开始要动作，这个速度已经很慢了，因为你在爆发初期第1周就应该把它所有事情都条列起来，准备去运作了。所以说，不要说超前部署了，你连跟上脚步的状况基本上是没有。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整个防疫措施啊，包含了疫苗，包含了一些指挥调度，基本上都是急救章，而且还给地方政府造成很大的困扰。比如说什么，第一次拨发疫苗，那11万剂还是15万剂，第一次拨发疫苗，高雄市的疫苗就比新北市多了3000剂，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难道是高雄市它是比较多人确诊吗？还是高雄市它现在比较紧急吗？那其实什么原因呢？其实，在台湾的百姓大概就知道就有时候你是无可奈何他们的说法我们都尊重了，但是呢，基本上我们是无可奈何的。然而啊，事情走到现在，纾困金可能要发了，但是啊，虽然慢，但是他有在做我们还是要给他鼓励，至少你有在做嘛，对不对？这个纾困金啊，其实还是有点发的有点莫名其妙还是有点莫名其妙。但有人说你发也骂，你不发也骂，不是这个，我们要看实际的状况。因为他给的数字啊，是跟基数啊，还有可以领的人啊，基本上跟民间跟我们百姓的运作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比如说劳工的纾困，你给他1万块干什么？你至少也要学一下马英九，对不对？马英九那时候给的是22K， 你每一个有保劳工、有保劳保的劳工，我们要讲个实在，你要保劳保，你有缴了保费，无论是工会或者是你讲一般的保费，遇到这个紧急状况，你应该不是给他1万块，你应该至少给他们所报的这个劳保的申报薪资，这个才是比较合算的，因为你劳保薪资跟你实际薪资是有落差的。所以说，如果你今天员工他现在发现了，我要领纾困的时候，我必须按照我劳保薪资，那么以后的员工是不是就很 care， 去追雇主你是不是给我报实际薪资，还是你把我变成组合式薪资？这个以后对劳保我们才能说我们信任这个基数，对不对？没有你就随便举一个例子，然后呢就说我就给你一人1万，还是3000、5000的，这是不对的。你高报劳保的，你本来就应该给他多；少报劳保的，你就给他少，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薪资的补贴。那么你有这样的薪资补贴，你家庭的基本运作你才有办法维持。而没有劳保的一般国人，你现在也没有时间排付，他都没有劳保了。我们不要说有一些人他真的是有钱到他根本没有劳保，对不对？那这个人是少数。但是很多人你都是工地的劳工，比如说有一些摆摊工地或是一些贩夫走卒，这是占的至少90%没有报劳保的，90%都是我没有，我连报劳保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报了我可能被扣薪，对不对？这些人他是需要的。
那么你再怎么样，你也得给他22K，因为他有家庭有小孩。那当然，现在说小孩的你在国小以下，你给他1万，那这个就还算合理。那现在这个状况，你把钱撒下来，大概说实在，老师算一算，总共加起来也不会到6000亿。那么有了这些钱，你该缴房租的，你是不是就可以缴房租？你该缴贷款的，你是不是还是可以缴贷款？那么这样子发下去，你社会的运作，你才会有个基本的维持。说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老师特别聪明想到的？没有，因为这是次贷风暴美国所学到的。当时美国就没有做好这样的纾困，所以说美国经济停滞了10年，非常缓步的发展。所以说为什么这一次的新冠疫情，特朗普他直接给你发钱，一直发，到了拜登他还是一直发，因为你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去协调什么所有的一些金融单位或者是你个人的特别状况。他就直接发给你，让你有办法去支付这些钱，那这个事情就先过了，因为到最后这些钱还是透过各种各样的消费，它会回到政府的身上。所以说百姓他该消费的，那金融的体系它也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你叫他再贷款10万，什么劳工纾困贷款，他过去的都没有缴了啦。说坦白的，有些东西根本缴到现在，根本每个月3333，他也缴不回去。你现在发了新的纾困，他又怎么样再去缴？你让百姓债台高筑有什么用？有些百姓他们就不会理财，钱拿了都不知道怎么去花，然后随便乱花。你给他贷款，你不是害了他吗？所以说纾困跟为什么用贷款的模式，老师一直觉得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国家，对不对？那怎么会用贷款的方式呢？在瘟疫来袭的时候，你用贷款，这个是一个很诡异的想法。你给百姓贷款是没有意义的，你要给他的是 cash 现金发下去就对了。世界各国都照这个 SOP 去做，难道台湾政府没有钱吗？有，但是怎么花，大家也不知道。比如说高雄气爆的善款，花了1毛不剩，刚刚好。为什么？有特别的做法，对不对？所以说啊，有些人家他本来就是每个月刚好收入跟支出的，你给他10万给他贷款，基本上他是缴不回来的，因为他只会先花，而且他后面恢复工作之后，他进出又是平衡的。你现在又给他多要还款的压力。基本上就已经很大的问题了，而且这个网络上很多人讲，这不是老师自己讲哦。你超前部署这1年多，编列了几十亿的预算，这几十亿到底花到哪里去了？能不能去公布呢？这个没办法公布，对不对？疫苗买了多少钱呢？也不能讲买多少钱。今天公布的就是我们的一些防疫地方站的一些，比如说医生啊、护士啊、清洁人员啊，每一班4个小时，比如说医生就6000啊，护士就4000啊。给多给少那是政府的，我们不能说，医生怎么可以拿那么多？他是医生嘛，对不对？他有这个价值。那这个东西公布了，但其他东西有没有公布？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很容易发现到一件事啊，钱编出来了，东西没有看到，然后钱花完了，账也做了1毛不差。所以说啊，老师在想，如果哪一天政党轮替了，如果还能够轮替的话，我们现任的官员大概也不怕没出路。为什么？他至少可以当会计师或记账师，因为钱都可以算得刚刚好的。当然说这些啊，也是老百姓的埋怨啦。相关的纾困的程序啊，现在也在进行，明天就要开始审了。原本的方案啊，应该也不会太大的改变。那么现在的问题只剩下2个，第一个是疫苗的数量，第二个就是医疗体系的量能，它还能维持多久？我们每天在看这样子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我们都知道每一天新增几百个病例，从第一天呢听到180个的新增病例，我们吓得真的是小鹿乱撞，你知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害怕，对不对？然后呢，现在每一天500-600个，已经觉得正好，今天降下来了，只有400多个，还300多个、400多个，就发现我们趋缓了，这心态不对吧？我们当时180个，我们就吓了半死了。你校正回归之后，你现在还有300多例，光今天降下来有300多例，我们觉得还好一点。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这个数字的调整就是一种文字游戏，大家看久了麻木了，然后呢，几百个病例数也没什么了，这也是蛮有趣的。那么首先先讲一下疫苗，我们大概是没有什么选择的，要接收日本自己不打也不敢打的 AZ 疫苗，他们是可以自己生产跟代工的。那么第二个就像我们的比如说佛光山的嬌生疫苗，或者是辉瑞、莫德纳，还有是我们现在鸿海创办人我们尊敬的郭台铭先生所找到500万剂的 BNT 疫苗，还有孙文学院的500万剂的 BNT 以及500万剂的中国疫苗。但是这些疫苗啊，它是能有的数量啊，都还是有限的不是说哪个地方特别够。就如同柯文哲市长所说的，我们台北市长柯文哲说的，台湾大概需要至少3600多万剂的疫苗，
才能够达成初步的群体免疫。在那个之前，15万剂或是500万剂，它能做的还是很有限。但是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只要我们伟大政府愿意向对岸去订购疫苗，那么以中国现在疫苗的产能，1个月就足够供应我们3000多万剂的疫苗，群体免疫大概率就完成了。台湾不用担心经济崩溃，更不用想封城，更不用讨论医疗量能，因为直接从疫情爆发，直接然后跟中国接洽进口疫苗，我们直接进入了群体免疫，跟以色列一样，对不对？可以把患病的病患跟病亡的几率降到了最低，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当然，因为我们伟大的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还替我们否定了，说没有人想打大陆疫苗。这个你倒是让他进来啊，对不对？你让他进来了，你要打的你去打，你不打的你就不打，是不是？这是我们百姓的选择权利吧？我有说不要打吗？推了我有说不要打吗？还是谁跟你讲是说我们不要打？没有啊，是你说没有人要打，可是那个人是谁？是你吗？不是啊，是我吗？也不是啊，对不对？你开放医疗单位向中国去进口，然后让百姓去选择要不要打，我可以付费嘛，对不对？比如说打一剂300、500的，对不对？该进口商也要赚点钱嘛，可以接受嘛，对不对？让他进口又不用你负责，要打的人就去打呀，是不是不就好了吗？难道全台湾过去所有的疫苗，包含流感疫苗，全部都是政府去买的吗？没有嘛，有些还是生技公司他们进口了进来的疫苗，不是吗？所以说啊，你为什么要剥夺我们百姓选择的权利呢？世界卫生组织都已经核可中国的疫苗了，为什么不让我们用？有些人说啊，中国打会出事，因为他没打出事就是食盐水。这个很有趣，难道你当世界卫生组织人都是酒囊饭袋吗？中国的疫苗进去食盐水让他过吗？所以说人的这个白莲教的心态，我觉得到了一个极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说，我们台湾民智也没有很发达了。我说真的，不要说一天到晚说对岸，我们台湾的民智也没有很发达，对不对？大家说他为什么不进啊？其实有没有可能是说有些人在考虑他自己的政治利益呢？你要看哦，我们每一天几百上千例的新增病例，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不是虚拟的百姓，是每一个家庭他很重要的人，都是大家的父母亲人。你坐在那边数数字，每天就是几百个家庭在陷入愁云惨雾，父母染病，小孩怎么办？今天像我跟季老师，如果已经中标了，那请问我的小孩给谁顾？我没有家长帮我顾呢，那小孩子怎么办？对不对？我跟季老师如果完全被隔离了，小孩子怎么办？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吗？这是不是？那如果哪一天我的父母都病亡了，小孩子国家要养吗？也没有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因为你自己的政治心态来决定我们可不可以活下来？这不是有点好笑吗？不要跟我讲新冠病毒是中国来的，所以说我们不要打中国疫苗。日本老爷是日本发明的吗？德国麻疹是德国人制造的吗？香港脚是香港人的标准配备吗？ AIDS 是美国人发现的，那是美国人发明的吗？有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明明同文同种的同胞，人家愿意去救命，但是你却要主动别人来拜托你来救我，是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有时候真的觉得很荒谬，你知道吗？去年没有疫苗除了封城，包含武汉，包含纽约，包含世界各地，伦敦都一样。你除了封城，你没有选择。但是现在的这个地方，我们台湾人很有福报。我们去年到大家都在旅游，然后呢，一些确诊人流传在整个台湾，然后竟然没有并发，那是因为大家没有疫苗。我觉得我们台湾很有福报了，诸神在守护了。我们把现在的瘟疫压到现在才爆发，但是全世界已经有疫苗了。你取得疫苗并不难，现在根本是一点都不难，对不对？你愿意买，你就买得到。就是我们现在瘟疫横起的时候，神明把我们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自救了吧？是不是？但是不是？现在世界有疫苗，我们现在只能想什么时候封城，对不对？什么时候封城？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妖术啊？8月如果说有签了什么高端疫苗还是什么疫苗，或是莫德纳和辉瑞，说来500万剂，那么没有怎么办？而且就算有500万剂，3级能解封吗？老师做疫情周报，从武汉封城第一天开始做，持续到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疫情爆发后不用封城或封区就可以结案，哪怕是澳洲你也办不到，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疫苗就可以完成解封，就连英国它也不行，它现在有没有完全解封？没有。对不对？他们打了疫苗多不多？他们自己国家的打得够了吧？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可以解封。就连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平安的澳洲啊，每一天只有5例、10例，甚至20几例，那你没有太多了，就这些了。他们都进行了什么封城封区，至少怎么一个，比如说维多利亚省整个封起来，哦，你禁止出入，包含现在越南今天爆发了新的变种病毒，对不对？胡志明市从等一下的晚上12点开始，全部完成了封城。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几例的，有大概好像10几例的，上百例的，应该有上百例的，有2个人找不到，失联了，有2个人失联，政府一火大，直接把你封城。是不是？这新的消息啊，因为我们家人有些在越南，说刚才跟老师讲的，好吗？所以说啊，人家有疫苗，只是量少打得慢，我们买不到几瓶疫苗，人家愿意友情大放送，我们不要说什么血浓于水都没有，我们就说友情大放送，几乎给你全台湾人每个人都可以打，而且打2剂都没有问题，你不要，非得置百姓于死地。有时候也真的很困惑一件事，我们的民主，对不对？怎么会选出这样的奇葩？有没有觉得老师今天讲话很呛？没差，反正我都被限流了，对不对？讲什么都不怕了，是不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好吗？那第二个就比较危险了啊，就是我们台湾的医疗量能。我们台湾根据我们的中央冷气房指挥中心的报告，台湾到现在还有600多张床啊，新北还有1000多张的病床。当然，台北市市长的回应是，你的脑袋里面装了水泥，哪来这么多的病床？当然，今天的新的报告的确是有些舒缓了，这个也真的是感谢上苍的保佑，真的是有些舒缓了。但是我们还是以这些官员说的都是真的来看，的确真的有这1、2千张病床，好吧？我们都相信它都有。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数学题，这些病床从现在开始能够撑多久？我们现在每天平均含所谓校正回归，大概都在400到600例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这大家每天都有追，大家都知道。今天真的是比较少，今天是359例，含那个校正回归。而按照我们4月15以后，我们台湾地区4月15以后新增的确诊病例，全年龄层的，就是不管你的年龄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全年龄层只要你是人，你会呼吸，好不好？大概有10%的机会，你会需要用到呼吸器啊，也就是说什么，你非得住院不可。那简单来说就是重症啊。而如果是60岁以上的长者，那他的重症率会到哪里呢？会到19%。那我们还是悠着点，我们也不要做19%了，好不好？因为现在确诊的，你有从1岁到85岁都有，对不对？我们就算10%就好啊，加权平均10%，我们最低点来看，一天假设平均500例。那么我们可以抓出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抓出我们一天要多消耗50张病床，这个不是病亡率哈，重症率是10%，就是来说10个人100个人里面会有10个人会有重症，好吧？这个是先讲清楚了，不是100个人里面10个人会嗝屁啊，没有啊，不是10个人见上帝啊，等于说如果平均是500例，那我们每一天就要消耗掉50张病床，来做一些什么呢？需要呼吸机治疗的重症患者。我们有呼吸器，我们也有氧气罩，我们也有任何一切的医疗设备，但是病床是有限的，医护人员也是有限的。我们一天消耗50张，10天就是500张，30天就消耗掉1500张。如果后面真的稍微降低，那么1个月至少我们会新增1000张病床。那请问一下，要等到8月，我们才有可能会有疫苗进来的状况。我们的国家到底有多少医疗量能够去算？而刚刚所算到这个东西呢，它只是怎么样？只有算到双北的疫情，也就是台北市跟新北市。那如果其他县市一不小心破口了、失守了，数字有没有可能更加危急？各位，我们不是说要看衰，我们要看一件事情，防疫会有一些疲乏，不是只有台湾人，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所谓的防疫疲劳，无论是你最严谨的德国人，好不好？或是各种规矩要守的日本人，你去任何国家，你第1个月大家都可以配合你，第2个月已经忍不住了，因为人的人性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说到最后你防疫疲劳了，你真的能够像现在每天宅在家里吗？这个是有困难的。你可以宅，你的小孩怎么宅？你小孩宅了，你的老父老母他有办法宅吗？而且你也拉不动他，怎么办？难道一直不断的拍你爸你妈的照片，然后去说这个人不戴口罩，这个人跑出去玩吗？没办法，对不对？大义灭亲是有极限的，好吗？所以说
不用等到8月，好，不用等到8月，我们国家的医疗的资源啊，就几乎可能会完全的耗尽，医院可能再也没办法收治病人，更多的轻症或是无症状的同胞，他怎么样，只能回到家里或是到防疫旅馆，然后做一些居家隔离，然后呢，家人就要沐浴在这个被感染的风险里面。老师以研究1年多的新冠疫情的数据来说啊，其实现在也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在没有疫苗的状况之下，其实能做的只有建设方舱医院这个选项。例如什么，把台北小巨蛋直接征用，把它变成大型的方舱医院，把轻症无症状的感染者全部移到方舱医院去，就近观察照护。不用盖什么火神山、雷神山，我们盖不起来。说白了，我们中华民国盖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政府，我们政府啊，它要盖这东西啊，都有它的流程。你要盖这种方舱医院啊，你得发包，对不对？然后竞标，然后走个流程，没有3个月你跑不掉，3个月可能都还没开始盖，这个是一个，好吧，这个是流程嘛。现在能做的就是用小巨蛋这些大型的馆场，用最小的经费来做到最大的收治。这样的大小，就是双北目前所有轻症患者几乎都能够收纳进去的概率是蛮高的。集中管理、集中治疗，也能兼顾照护，然后而且还可以让这些专职人员进行轮班。你消毒作业也可以集中处理，然后把医院的病房空出来，给真正的重症患者以及诊疗其他疾病的患者。各位要知道，新冠疫情现在火在烧，但是不代表全台湾人只会得这一种病，我们还是有其他的癌症，有些需要洗肾的，有些其他的各种不同的重大疾病都有，不是只有新冠病毒，对不对？所以是说，你现在把他们全部都集中在同一个医院，无论轻中重症都给他在一起，那你不是搞死一个医护跟警消，你连医院的清洁人员你都可以把他搞死，对不对？累都把他们累死了。老师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啊，就是其实不是今天准备完的，老师准备这一段是在周五的时候。但是啊，老师今天下午看到柯文哲市长他在做一些记者会的时候啊，似乎有把这个台北小巨蛋这个方案啊，也放在兵推里面啊，这个只能说刚刚好啊。所以啊，老师的个人看法是啊，台湾现在完全脱离新冠疫情的泥沼，短期之内需要纾困跟封城，封区不封城，对不对？你把北北基桃你封起来，那你不要让它再继续往南扩了。再往南扩，你只增加受害者，那跟民主价值没有什么关系哦。除了物流北中南的物流往来送物资之外，基本上都要阻断。那你这样在这些北北基桃或是在中彰投这个地方区域内一样正常的上班，你不就没有什么停工停班的问题了吗？这样就不就可以解决台湾现状的疫情？这个是仿照澳洲的模式，澳洲他做得很成功，难道我们不能够学一下澳洲吗？我们可以看不起别人，但是白色的人你总该崇拜一下嘛，对不对？现在如果是说你现在进行了怎么样？你现在进行了封城，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事情。老师之前就讲过，封城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什么？台湾的经济啊，脆弱到你不敢相信，而且一停工，你所有全世界的晶片你都得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是一个晶片代工厂最大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经济崩溃之后啊，台湾会经历到一个比过去我们所经历过的，无论是97金融风暴，一直到现在这20几年，我们所经历到的任何的金融危机，都还要严重数倍。所以是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其实当然除了听从政府之外，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当机立断了，迅速补救什么超前部署，赶快该做的赶快做一做。至少你封区嘛，你不然的话，你真的要靠你自己去跟国外去买疫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荒诞不羁的事情。你自己想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台湾2300万人，你一剂疫苗，你有没有前客？这个你说直接签约，那么你有没有中间的价差？这个问天天知道，因为我们并没有公布这个数据。一剂只要差2欧元，各位2300万人乘以2等于多少？4600万。那这样子的价差也是蛮惊人的。当然，我相信我们台湾政府的连结啊，他们一定不是因为这种事情他们才一手揽，对不对？我们要相信我们政府是一个廉与人，然后我们是既清廉又懂得爱民的好政府，对不对？我们是一定要有这个相信，好不好？但如果不这么做啊，其实无论做多少大内宣啊，其实台湾百姓我们毕竟是华人，我们都会记得有一段时间，政府居然想置我们于死地的日子。那个时候啊，真的在选举，可能真的有点困难。当然了，前提还是我们还有命活到下一次的选举。各位说是吗？好，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哈。好，看各位什么问题哈。
来，我们政府签了高端500万剂疫苗，那个都那没办法，这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蔡英文知道这么看不懂，我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好吗？你不想打3期认证的高端疫苗怎么办？我哪知道啊？我们都是百姓啊，大耳朵老百姓，政府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刚才都是瞎掰的，好不好？啊，不要认真，好不好？不然到时候出事，好吗？哦，明天股票开市会很多富翁，不知道我最近没有做什么投资，我现在只买2个东西但是他都没赚钱，都在亏钱状态，一个是比特币一个是狗狗币，我现在投资清单就这2个，就放着，好吧，我就放着，现在还亏着呢。是不是还亏着呢？广州重灾区其实广州没什么大问题啦。你广州进去到底有什么问题？广州这个事有些朋友告诉老师，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广州现在封城嘛，这几个小区封城嘛，荔湾区啊什么的，那些都没什么好怕的，毕竟你们都有疫苗了，封起来也是一个一个挨打疫苗，没打的打一打而已。那个100%防重症的这个，现在基本上中国也没那么紧张，政府也没那么紧张，也没有像之前那样风声鹤唳的，就封嘛。封了14天就放你出来，那你14天之内大概也会叫你们打疫苗，打一打，那你就没事了。你说什么？好吗？欢迎老师来打疫苗。其实老师有想过，但是呢，一去就21天，你知道吗？因为去要隔离14天，然后再7天居家隔离，21天了。21天你叫我在隔离期，我去哪隔离啊？对不对？有困难了，好吗？当然了，不止中国了，还有一些德国的、英国的还有一些那除了日本没有，日本他说你老师你不要来，还有澳洲的各地都有老师，这个都有各位的善心大德好朋友都叫老师可以举家过去，他帮我们安排吃住，然后就让我们打疫苗。那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感谢各位的慈悲心啦，感谢各位慈悲心啦。但是呢，我还是要法会还是要办的，因为办法会这个事是各位给老师的委托，老师一定要把它办好，好吗？澎湖拜伟大的政府所赐，防疫破防，病例在你家附近，那真的是要小心一点要小心一点，真的是小心一点了。这个没办法嘛，这个为什么他不把离岛封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说坦白的，你离岛跟外岛本来就应该封，然后你还禁止人家快筛，有时候我们也只能想啊，但是老百姓嘛，对不对？你没他办法，好吗？澳大利亚墨尔本进入封城4.0，印度变种病毒，印度变种病毒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跟其他病毒汇合。这老师前2个礼拜的周报有讲过，对不对？害怕的不是印度变种病毒，也不是南非变种病毒，而是印度加南非加上英国3个合在一起，大家商量怎么变更强，这是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好吗？很多重大感染了，外出不戴口罩武汉肺炎，那你讲的不是我讲的，好不好？好不好？对啊，疫苗能不能要？有来我就打，我说坦白的啦。老师在这里我很负责的讲，AZ 他有血栓疑虑，老师身为一家之主我实在是怕打了我有什么样的副作用，我真的是会怕。但是你说莫德纳或者是辉瑞或者是科兴或者是国药这些疫苗来你开放打只要我钱付得起我就去打，我全家都去打。对，我全家都去打，这个很明白是，因为 AZ 打下去他会发高烧，我有小孩让他发高烧，我会担心，你知道吗？会害怕，对不对？你说只是痛那没问题，那会发烧，当然这个身为父母，你帮小孩筛选疫苗的时候，你自己会去想。那当时本来去预约 AZ 了，想说至少我跟金老师先打，结果呢还没有达成，他就没了但是有疫苗的话还是去打了，好吗？劳工只有贷款，劳工还是有纾困金，但是他还是有贷款的方案其实缴工会的直接给你钱，那你缴劳保的他不是直接给你钱这个要看明天的方案出来副作用是最小的灭活疫苗，目前灭活疫苗它的副作用实际是最小的。贷款不用还吗？要还当然要还家里有国小同才1万，一个小孩子1万，那老师可以领个几万块，因为生太多了，好不好？巨款特别使用方法方便说来听听吗？不方便，完全不方便，好不好？太可怕了，完全不方便。那政府可能用大陆疫苗，他不会用嘛？知道他不会用嘛？那我可以讲嘛，对不对？澳洲生产 AZ 疫苗是澳洲有代工疫苗，不给50岁以下人打，怕担责任。对了，那个人权嘛，这个纽澳地区都是非常讲人权的连养鸡养羊都有人权，他们都有动物权，很好，我觉得很好，好吗？
高端明天开高杀低，接手是最后一只老师，我没有了，我是也不知道了，好吧，我也不知道，就放着吧，没办法了，好不好？刚才有人赞助哈，老师讲一下，感谢秋谢哈，感谢秋谢的赞助哈，感谢，非常感谢您的赞助哈，大家一个按赞刷一波好不好？479个人，就169次按169次赞，老师这样心情感觉也是闷闷的，好不好？我准备这个要准备3天，你知道吗？那个各位准备的文案量，你知道多少吗？光就要老师这样讲的东西，这个文字的一些底稿，还有一些整理的资料，老师光打字就打1万多个字，你知道吗？1万多个字，那不是跟你开玩笑哦。这个每次直播老师很认真的，好吗？好，大家好，打国产这个爽割韭菜，国产你要出得来啊，你要通过实验啊，这个很难啊，这个真的是很难啊，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好吗？有舒缓吗？10个人怎么算用死亡率2%？数字降下来了，我们数字降下来，但是实际上你要看的，这个是一个曲线，它不会是直接下来的。按照目前的模组，它是不会直接下来的，好吧？这个几率是不高的。台湾名字也中对话，没办法哈，没办法，感觉现在病毒麻木了，哎，糟糕的事情，好吗？阿美要我的钱，现在都要我的命，没办法，好吧？我们今天也只能说抱怨一下哦，这所有讲的事情啊，也只能是说。见到百姓的一个想法，大家对这件事有点焦虑，说老师特别把它隔离出来，不然应该放在礼拜2讲的。那台湾的疫情呢，老师还是讲一句话，它失控几率是非常低的，失控几率是非常低的。但是老师还可以预测一件事情，这个不是用预测了，我觉得现在政府已经给现在的地方首长也大概已经很隐晦的已经告诉你了，你要解3级机会是渺茫了，没有打疫苗，你解3级的机会是渺茫了。那么意思就是各位家里有带小朋友的，我们可以一路上到暑假，跟暑假结束之后我们再去上课了，大概结果是这样的，好吧？大概结果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次纾困案一个很万幸的地方就是，至少政府有给这些幼教老师给他们一些生活的补助，因为各位幼教老师的薪水之低啊，我真的觉得是很不合理的，好吧？这个政府啊，无论公私立的老师教师啊，应该他要比照的是你国小老师的一个薪资，那才叫合理。你园方出不起的，你政府要去补助，只要你是合格的幼教师，因为小孩子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在他幼童的状态，幼童状态你只要顾得好，那么你上国小你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对不对？你在幼童的时候，你没有给他很好的一些教育资源去扶好，你跟不好，后面做国小老师要去救就很难，加上有些国小老师又不是很愿意，很不会带低年级的。所以最好当然就是我觉得幼教老师就应该政府要补助他跟国小教师一样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可惜啊，现在是没办法了，好吗？好，我们现在准备下一段了哈，我们准备下一段了。还是放心了啊，台湾的整体疫情啊不会失控，只要我们一直维持3级啊，没有解3级，基本上都还是可以维持的。真正会失控的就除非你是解3级，但是我相信柯文哲跟我们的那个新北市市长他是不会轻易解3级，因为解了后面他们要锅是他们自己去扛，好吗？当然还是有人跟老师讲啊，两个礼拜前说2个礼拜后不会好转，那今天不就好转了嘛？因为好转不是凹到的，而是它的曲线就是会上上下下，所以一定会有高，一定会有低。我们当然不需要一直每天攀高峰了，好吗？好，我们从台湾看完了之后，我们看看世界的局势。其实世界现在的状况其实是非常好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去年老师受这忘记哪一个北欧哪个国家的电视台去专访的时候那记者问老师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疫苗，什么时候会好转？老师就说3月的时候欧美可以打到疫苗，6月的时候至少可以恢复1半的经济。那当然，这些国外的主持人跟记者完全不可置信，说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你这个中国佬乱骗人，对不对？但是现在状况基本上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在过去他们不相信那段时间是因为连世界卫生组织都认为你这个疫情没到2022年的年底，相信各位都听过，没有到2022年年底它是不会获得好转。那么现在有没有好转？美国好转了，英国好转了，法国好转了，各个地方都好转了，在亚洲一定会就开始了。因为什么？因为欧美有疫苗嘛，如果亚洲就会开始了。这是一个平衡有什么问题吗？不知道，反正就是会出现这个一定会有这样子的变化，好吗？所以说现在事实证明欧美地区基本上可以恢复1半的经济动能，再往下走，到了年底至少可以恢复70%的经济动能。到时候除了印度、尼泊尔以及南亚地区，几乎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包含台湾、日本、
大致上都可以脱离新冠疫情的控制。听清楚了，除了印度、南亚这些地方之外，大部分的地区，包含了中国、香港、台湾、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这些地方，都可以大致上脱离了新冠疫情的泥沼。这个是老师现在可以给你确定的。世界会继续恢复转动，疫苗护照也将会产生，正常的国际旅行也会逐步的恢复。这个是日本，可能有些人不相信，但日本终究还是会脱离这个新冠疫情的泥沼。我们现在看到好像是每一天都有几千，好像是不可控制的。其实日本它已经出现了一个变数，它就是它已经到了稳定的讯号已经出来了。好，说在日本的朋友你不用太担心，好吗？所以说啊，到时候日本控制住之后啊，那个安倍大爷他会不会重新回到首相的位置？那么现任首相菅义伟啊，他可能回到党内啊，去当一个没有压力的太上皇，因为他完成了2件事，度过了新冠疫情，还有举办完了奥运，这2件事情解决了，就没有什么首尾了，好吗？那么问题来了，中美贸易战以及其他的经济体接下来出了什么牌？首先，我们看到中美贸易战现在的进行式啊，美国随着经济的恢复，对中国的关系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为什么老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在拜登总统上台之后，试图延续了川普总统的政策，加上他自己的外交经济，想借由白色联盟的团结，也就是美国回来了，来重振美国的经济与科技的霸权。但是经过了这几个月的努力，他真的是很努力。老师必须说，拜登老先生真的是非常努力。现在看来并没有太好的效果。首先是欧洲，中欧投资协定在这个即将来到的欧洲选举年，各方阵营都觉得这个部分需要给下一任政府来做，利益也应该由下一任的胜利者来分。现在的暂停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目前德国总理梅克尔他开了个保证，愿意为中欧投资协定来背书，再加上现在即使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一带一路的中欧列车，它还是每天不断的川流不息，来往中欧之间，所以欧洲并不会随着美国起舞，至少德国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他们不会做这件事情。而北欧诸国也各自有打算，德国更不用说，就是换了政党，最终还是会跟中国有浓厚的经贸往来，会有所增长，这个是必然的。这主要的还是因为欧盟不想再把鸡蛋全部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面。哪一天你过了2-3年，你又出来一个狂人总统，那不是更加的麻烦，一切要打掉重练了吗？所以欧洲它有自己的盘算，不如把这些分散一下风险，把这些一些利润一些利益放在政治相对稳定的中国，生意做的会比较容易。做生意，百姓要富庶，首先要是你的政治能够稳定，政治不稳定的国家，通常你是发展不起来的。那么14亿人口的中国，至少4亿人喜欢西洋货，比美国的总人口都还多，这个市场它能不香吗？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五眼联盟，所谓的五眼联盟基本上是五个国家组合起来的一个地区性的小联盟，包含了什么？澳大利亚，也就是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英国跟美国。而这五眼联盟中英国本身有自己的经济策略，加上脱欧之后，中英自贸协定，也就是 FTA 已经加快进度在进行，这个部分理论上不会有太多的意外。而加拿大部分呢，因为跟美国的土地去接壤，所以很多事情是必须仰仗于美国的关系，所以无论孟晚舟也好，或是华为也好，加拿大也只能尽力的配合美国。再加上现在加拿大非常的需要什么美国的疫苗，所以基本上加拿大算是美国的忠实的铁杆兄弟。但即使如此，中国与加拿大的进出口贸易额还是占了加拿大的 6.9%。这个已经算是历史的新高了。也就是说，中国跟加拿大关系不好，但是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多。所以基本上，中国跟加拿大的贸易依存度还是持续的攀升。也就是说，资本还是会涌向一个可以创造利润的地方，而不管那个地方是朋友还是仇人。而澳洲呢，当然它是美国的马前卒，它也自诩为什么？它是一方之霸，它只低美国一截，其他的包含了什么纽西兰，它都看不在眼里。他们自居为他们是大哥大的二哥二哥大，对不对？任何跟美国想呛声的，都要让澳洲要先往前冲，对不对？所以在这连番几次的猛冲之后澳洲首先败下阵来。
败在谁手上？败在中国手上。中澳之间的贸易活动几乎可以说大部分已经进入了停滞。澳洲过去的出口，这些都是基本上都现在告吹了。当然，煤炭部分也几乎是大部分停滞了。当然，这会对澳洲有什么致命性的影响吗？也不会。为什么？因为澳洲本体的经济量能还是很强大的，本身经济它并不会因为跟中国的生意做不了了，它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倒不至于。我们必须要说一个公平的话，这是不至于，它还是可以卖到其他地方去，只是份额不会这么多。但是你要说澳洲跟中国停止做生意，他们不会痛，也很难龙虾、红酒、木材、奶粉、煤矿这些，基本上其他国家他们都会从另外一个地方去买，就近去买，而不会到一个远的地方去南半球去买。所以说澳洲会不会痛？会痛，但是会不会要命？也不要命了，至少他们不愁吃穿嘛，对不对？但是澳洲要维持像过去20几年这样的高度的经济成长发展动能，那个是有点困难，好吗？而刚刚提到了澳洲这些被瓜分的份额很多地方被谁刮走了？当然，很多地方跟美国跟纽西兰都刮走了。纽西兰的部分纽西兰的木材就有60%是出口到中国，肉品部分有50%输往中国，留学生也有大部分的是中国籍的学生。这些你出口赚的钱跟留学生带来的利润，还包含他们要移民这些利润，给纽西兰会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所以基本上纽西兰并没有这个意愿去跟中国对战。五眼联盟的里面的3眼提高了对中国的贸易额度，一眼瞎掉，一眼就是最后一眼，然后最大只那只眼就是美国。而纽西兰现在，当然澳洲他这个老大哥的心态就戏称为纽西兰变成纽西兰。当然这个就对澳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羞辱，但是澳洲会不会理他？不会，因为你澳洲你损失的就是我们纽西兰得到的，所以说呢，他也是会去选择。当然纽西兰他也保持一个态度是什么？所谓的五眼联盟，它指的是经济之间的经济在什么？五眼联盟是指情报之间的一个交换的机构，而不是在于我经济也要配合你们。所以经济还是经济，钱它会往有利润的地方去，而不管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人，好吗？而美国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做出了调整。美国的商务部代表戴奇就在5月初一直不断的放话，说什么呢？要跟中国来进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的检讨。你们到底达成了多少？我要给你检讨一下。这个词就很有意思，这是大国对小国的态度来进行对话。而中国这里最后有没有接呢？还是接了。中国派出了刘鹤来进行对谈，但是这一次的对谈中国放出了一个话，什么话呢？你要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这也是拜登上任以来他们这个商务部长之间第一次的谈话。而这其实也让美国松一口气，至少中国现在愿意谈了。而中国之后也表示愿意持续的跟美国来沟通。所以现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表现出来了，已经不是过去的唯唯诺诺，凡事以美国为尊的邓小平路线。邓小平什么路线呢？就是所谓韬光养晦的路线，而是走向了你必须拿出对等的态度来跟我谈。而这个中国后面的基础当然还是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中国国内强大的基础建设，以及一带一路的强大的经济动能。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事情。所以现在美国的策略就是迅速的微调，来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建立的基础。但是我们要知道，美国是一个精英制的国家政府体制，所以他们的执政团队并不仅仅是靠总统一人，而是整个白宫的幕僚团队，它是非常的强大。对于中国现在不着急跟美国谈的贸易协定，反而要美国先解除了关税的制裁，我们再继续谈，这种状况就进行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围剿。也就是掀起另外一场的战争，来疲乏中国的策略，叫疲兵之战。这个策略就是所谓的新冠疫情溯源这个表面上的理由，希望来进行中国多战场的分兵作战。但这个策略或许它也只是找个名目而已，因为拜登下的命令是什么呢？90天之内要交出溯源报告。所以说，无论结果如何，90天之内呢，你都得把这个新冠溯源这个议题都把它结案了，因为这个歹戏拖棚了。因为有疫苗了嘛，谁要去管这个呢？而90天后在哪个地方呢？90天后，美国进入了暑假，暑假对美国的青年还有一些家庭是很重要的，他们可以搭飞机四处游玩，因为他们憋了1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互相的交流，所以现在可以搭飞机四处去游玩。那么谁还会去管你溯源报告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白种人他是有个特别的立场，什么呢？他们很健忘的，很容易忘记的事情的。你事过境迁了，谁也不理谁了。现在你提溯源，一方面是做出了临时的战场来让中国烦心，第二个就是安抚美国的民众，给他们一个说法。但是其实无论病毒发源地在哪里，既然都有疫苗了，谁还会卡在新冠疫情的话题呢？当然，媒体是嗜血的，不会去咬一个旧的肉来吃，对不对？而这个状况，我们可以从新疆事件来看，新疆的议题现在也被淡化了，对不对？过去不是吵得沸沸扬扬的吗？现在也淡化了。新疆的棉花也被 BCI 良好棉花协会移出所谓的血棉花的注意名单，基本上新疆现在要操作的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了。这只是因为新疆本身的议题就是无中生有的假议题吗？这是其次，主要原因是在于没有人想当下一个的 H&M 在中国的下场。这个 H&M 现在在中国还有没有门市？它还是有门市的，也就是所谓的门店，但是它却损失了整个中国网络上的订单。任何的现在无论在天猫、淘宝或者是京东，任何中国的电商平台是完全找不到 H&M 的店铺，全部都被拔除了。所以这个状况虽然中国没有禁止门店的开设，但是杀一儆百的意味也是非常浓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任何资本市场要去做的任何的对策基本上你要让他们不赚钱基本上都会被反对的。只可怜 H&M 拿出来被当时拿出来做一个什么样板而已。毕竟H&M 这个事件它是好像是在去年的9月就已经讲的事情，当时没有太多人去理会，只是中国需要一个样板的时候H&M 就变成了中国的替罪羊。但是以效果来说，好不好？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把 H&M 来血祭之后，后面所有人都全部晋升了，对不对？完完全全安安静静，没有人要去替 BCI 去背书。那么到后来 BCI 也只能偷偷把它下架掉，也就没有新疆的问题了。所以说就如同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中欧投资协定冻结，它是暂时冻结，这个没有毛病。但是其他国家还是有可能单一的跟中国谈一些 FTA， 或是做一些贸易协定做接口。所以到最后中欧投资协定还是会再进行一个新的磋商，然后让欧洲有台阶下继续去操作。而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问题，无论是新疆或是新冠疫情，重要的是美国现在对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才是真正大的问题。以色列因为攻击了加萨所造成的伤亡，目前联合国对以色列发起的攻击整体是以战争罪来进行的处理，因为他攻击的目标就结论而言，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甚至是儿童。这一切都是目前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为了要保持他的执政权，来把以色列拖入了战争状态的非常时期，看能不能继续延续他的执政，而不用重新选举。以色列为何如此他可以拥有这么强大的火力单方面去碾压了巴勒斯坦，甚至可以精准的把美联社的大楼给你炸掉。当然这些武器都不是以色列国产的，相信各位应该都知道是谁提供的，当然就是伟大的神之子的国度美国所提供的。在这个部分，即使联合国往战争罪的方向去检讨以色列，但是美国还是反方向的继续支持以色列。这个部分当然就是目前台面上的停火，为什么他们彼此之间还没有结束这个争端的原因。而这个部分为什么比较值得担忧的呢？因为这个主要并非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会不会分出胜负，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主要的问题是背后的宗教战争的对抗，也就是中间层的一个问题，他们彼此之间宗教性的问题。而宗教对抗对美国有什么用处呢？因为美国不愿意重蹈越战、韩战以及阿富汗战争的结果，美国花了大量的军费，牺牲了大量的美国好汉，但是没有取得直接的胜利，这一点是美国近代战争史上的一个痛处。而在这个痛处之下，美国不如站回了指导者的角色，那远比参战更有利，也就是专心的进行代理人战争，由以色列去面对伊斯兰世界。第一，有宗教做抗山；第二层面，以色列战争需要的就是更多的军火，那么美国也可以卖以色列甚至周边的国家更多的军备，这对各个国家来讲都是相对有好处的。当然，第三，他也可以当个和事佬，现在说愿意去调停，一方面跟巴勒斯坦喊话说拜登跟川普不一样，你只要配合我的小弟以色列就不会对你做更过分的事情。
简单来说，就像一个砸完店，然后呢，再好声好气跟你收保护费的流氓一样，小弟负责砸店的黑脸，让那个老大穿着西装就过来跟你收保护费的白脸。然后这个部分对于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纠纷，美国或许也不打算真正的调停，应该说也不希望他们真的调停，因为只有中东地区可以持续的混乱，才能让伊斯兰世界是持续消耗的方法。因为只有哈马斯、伊斯兰国、塔利班持续的茁壮，伊斯兰世界才能不得安宁。这个策略是什么策略呢？我们真的要把它命名，给它一个名称。那其实我们也不用创个新名词，因为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早就已经发明了这个名字，叫什么？叫做养寇自重。各位想一个问题：如果天下无贼，官兵将相又有何用？而军事的模式大体上也是跟中华文化的春秋战国时期类似，不外乎就是什么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之类的策略。只是过去是一块大陆上的诸侯国，而现在其实这个策略的是自诩为世界霸主的现代周天子美国而已。历史永远都在重复一样的故事，只是说故事的人依旧，听故事的人不同而已。所以美国这部分都算是所谓的中层策略，中间的策略、中层策略，加上伊朗的核协议的问题，美国也必然想办法把它给圆了。不然，如果伊朗真的研发出了核武，那欧洲肯定跳脚。所以说，我们要重新看到一件事：美国对于新疆人权以及新冠溯源是第一层，表面上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是中间的策略。那么最深一层策略是什么呢？当然，老师的智慧不够，老师不知道他最深的策略到底是什么。但是第三层的大概就是如何让中国陷入了战争以及消耗之中。为什么要让中国陷入了战争与消耗呢？因为美国需要的既不是钱，因为美国很有钱，我钱印出来就有了，对不对？我也不需要什么军力或者科技，这些美国都还在拿到手上，没有毛病。美国现在需要什么东西？美国现在需要的只有一个东西，叫做时间。首先最没有时间的是谁？就是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他有一个78岁高龄的身躯，顶多在1-2年要去全力的把别人可能要干5年甚至10年的事情浓缩在这1-2年里面。为什么？因为拜登最多也只能再撑1-2年的体力，再往后80几岁的时候，你的体力跟精神基本上是难以为继的，人没办法跟时间竞争，更没有办法跟年龄竞争。所以第一没时间的就是拜登，所以他要争取时间。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内部的整顿也需要时间。美国的大基建是一回事硬体嘛，你发包下去它就会盖好，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重要的事情是，拜登发现了美国教育有问题，所以他要重新的整顿美国的教育，这需要时间。讲到这里，很多亚洲父母都有一个迷思，认为送小孩去美国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教育，例如自由开放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更好的一些 know how。这个部分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这个自由开放之下，你要慎选学区。为什么？因为美国有70%以上的青年，基本上他只有高中毕业，他没有大学本科的学历，甚至有的连计算都不大会就是你难一点的计算可能都算不出来。基本上他们只拥有了一个阅读的能力，所以是说，为什么在每次选举的时候，蓝领一直是美国的政治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蓝领。优秀的人真的很优秀顶尖的一些矽谷这些人纽约这些精英分子真的是非常优秀你真的望其项背都追也追不上。但是呢，底下的人还是很低下。那我们要整顿这个问题呢，美国需要时间，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但是这10年，中国难道不会成长吗？中国如果再让它平稳的增长10年，那么现在中国基础教育的缺失也会逐渐的被消灭。他有足够的时间把过去留洋派的人的教育模式搬回中国来，慢慢去改善。比如说，家长你凭什么批改作业？批改作业是老师的事情，还有老师的待遇，你是不是太低了一点？慢慢的，中国会弥补这个的问题，民智会慢慢的成长。当然，这些都基于中国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基础建设，才能慢慢的去摆脱农业封建思想的束缚，逐步往上的成熟空间。那么中国才会迎来真正的强大。这对中国来说，它是现在进行式，而美国它是现在正要开始，所以这对美国来说是很不利的。如果是说，还是回来一句话，如果真的是亚洲的父母，你真的是很想送小孩出国念书，不要被那些亚洲的一些填鸭式教育压住，那么老师还是给你建议，北欧比如说瑞典、瑞士这些真的是比较合适的地方。老师想不想把小孩送到那个地方去？想归想，
老师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好吗？所以说这个只能建议啊，老师看过这些教育水准，北欧是还蛮不错的，好吗？所以啊，美国就必须想办法到处去开辟中国的战场了。无论是新疆，无论是中东或是伊朗，香港有没有戏？香港是没戏的。基本上，除了英国在旁边嚷嚷之外，你现在想在香港掀起什么反政府的活动，第一个没有钱支持啊，第二个没有人去办，第三个美国在香港的 CIA 也被中共一锅端了。现在想要兴风作浪啊，基本上是没门了。加上新冠疫情的经验，现在还想群聚，你不想活了吗？对不对？香港的疫苗接种率啊，还是蛮不高的。香港人口多少呢？香港人口有750万，小小一个香港居然塞了750万个人，对不对？但是接种疫苗多少人？接种疫苗才225万，有疫苗给你，你还不中？你看香港人，你是不是太师奈福中不知福了？是不是？而且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2年之内啊，你在想香港那边去掀起一些什么大量的百万上街啊，基本上你是办不到的。那么下一个可以让中国掀起战场的地方，无非就是南海跟台海。那南海不用说，白色联盟再怎么样都得来绕一圈啊，宣示我在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大体上都在外围着巡航，包含英国宣示自由航行，但是没有开进敏感海域就离开了。那么南海虽然是一个战端，但是按照优先顺序，南海只能说是下一个战场，而不是现在就应该值得注意的战场。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现在也没有能力去加入，所以南海无论如何他都不着急。那么问题还是围绕台海，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真的最终还是领土的问题。那么这个部分其实跟台海之间问题是一样的，都是土地归属的问题。对于加萨地区啊，加萨走廊、加萨地区啊，以色列要强制收回巴勒斯坦人在加萨的居住房屋，认为这个土地是他们的，它是经过美国许可的，那最后才变成了现在的一些热兵器的战斗。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到，从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边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在打这些热兵器，他们不是用什么洲际飞弹，也不是用什么强大的核导弹，他们用什么？用的是火箭炮。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火箭炮必然是上场的军事设备。那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小规模战争，无论是距离或是规模，其实恰好跟台海的差异并不会太大。加萨走廊它沿岸地区有多大呢？各位，它的地方真的很小，沿岸地区只有363平方公里。台湾的直径呢？不要说幅员，我说直径，因为你接敌是接在海岸线嘛。台湾南北长是多长？394公里。所以整体来说啊，不讨论土地的幅度，光炮火的防御，台湾跟加萨地区并没有差了很多。那么现在这种状况就可以看作美国在做实兵的演练。台海之战开打时，两边的实况的状态大概是这样子的。如果联合国去追以色列的战争罪，它是成立的，而且严重的给予制裁，那么代表什么？中国未来收台也有可能会被追究为战争罪。但是如果以色列被美国一手遮天，联合国没有办法对以色列有太多的制裁或是压力，那么也可以让美国了解以后要怎么去修正台海之间的关系，因为代表了什么？中国收了台湾之后，他也不会被追责，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因为为什么？联合国没有太多的经验，以及没太多的实质约束力去阻止以色列，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中共他们来收台湾。所以对美国来说啊，如果没有先弄好这一点，那么贸然的加入台海之间的争端，那一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说，美国它需要一场实际的对抗，而且无论如何都对美国只有好处，而没有损失任何一个战力的兵棋推演。再加上美国的议员现在在提案，要把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证明为什么台湾代表处。这些虽然基本上大概率的是不会通过，但是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打击中国的痛处。说白一点啊，最后我们说白一点，这美国策略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方唐镜，你知道吗？那个周星驰的电影方唐镜一样，怎么样？这个不是第一次，就变成什么？我提案啦，但是我不通过啦；我提案啦，我又不通过啦；我又提案啦，我还是不通过啦。通过了我不办理啊，对不对？怎么样啊？打台湾啊，笨蛋！所以说到最后啊，这个事情我们台湾最终还是被美国像是怎么样，像是在戏耍了棋子。美国永远不会让台湾独立，当然他也永远不会对台湾有真正的友好。只要我们没有利益的时候，他必然抽腿而走，就像委内瑞拉一样，好吗？好，不好意思，今天有点超时哈，有点超时哈，各位不好意思哈，我们要今天给各位超时一段时间，好吗？
老师，6月日食对台湾有影响吗？你今天6月日食哦，6月日食我还没看到哎，最近比较忙一点，今天忙着去做辣椒酱，然后今天在家里去花一些时间做辣椒酱，好蛮好吃的，我个人觉得蛮好吃的。以后如果失业的话，我还可以去做辣椒酱来卖，对不对？好不好？哦，金老师有的解惑了，日环食那个看金老师比较厉害，好吧？澳洲百姓每次龙虾很低，好吗？看一下看有什么问题啊？看完我们就要先终止今天的直播了哈。感谢正好的赞助哦，感谢非常感谢每个人按赞，然后给老师这个赞助都是老师的支持，好吗？感谢各位。嘲笑台湾疫情哦，我们打大陆国外疫苗，不要打民进党投资的国什么高端疫苗，这个没办法了，我们有什么疫苗打什么疫苗，但是我不认为你2个月可以做出来了，我真的不认为，真的做出来它的安全性也或者反应性也真的是有需要质疑的，好吗？感谢中原院哈，感谢您的赞助，谢谢哈，感谢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赞助。世界逻辑还是矛盾的，好吗？昨天看到一轮血焰哦，又大又红，蛮好看的啊，但是我不会直接给他晒。老师批改作业有时候错里打勾，真的没那么好，可以送芬兰教育体制不错，我真的觉得北欧的教育体制是很好的，那个北欧老师真的是，当然是没有钱啦去也没有工作做了，不然我觉得真的是去北欧，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像老师这种闲散的人，你知道吗？我最后养老，你知道吗？老师一直想养老，我就想到养老这2个地方，一个是高山上，自己耕一块田；第二个就是搬内蒙古去，然后每天就去做农活，对不对？我就想去这2个地方养老我也没有想要做什么豪宅这个可能委屈金老师我都没有，我对这些物质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渴望，然后我只要有个房子住，有些车可以开，老婆还愿意跟我在身边，我就很满意了。然后觉得老师对物欲没有很强，所以说这种烂个性导致老师赚钱也赚得很慢。好吗？然后后面疫情还有多严重呢？不会太严重老师疫情不会太严重，它的天花板现在不能给你确定了，但是老师刚才讲过了我刚才讲过台湾的下周的天花板我记得刚才讲到多少？反正你不会，大概是800多吧，800多单日800多是极限，但是你要超过基本上不大会台湾现在还在需要观察4个礼拜，你的数据才会完整因为它爆发的太快，你数据有时候不能凭感觉了，我们还是要看但是基本上台湾要失控的几率是几乎等于0的，除非是只有一个状况南部高雄、台南、屏东、嘉义这地方烧起来，那真的就没完没了。只要是扣在双北地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事情，好吗？是台南解除旱象，曾文书可以大量进水，你知道吗？很多人问老师，老师也很想跟你解答，但是老师基本上做天气的预报基本上都中了。但是你说在台湾会不会为什么没有那么精准？因为台湾你说台中以南加起来你也不过长度100多公里，100多公里，老师有点困难了。但是现在不是已经在下雨了嘛？所以我们看这几天是不是会好一点去年有说过大捞之后必有大旱，那这是看它的区域性的问题而已，好吗？老师还是维持在2024台湾台海战争吗？2024韩之前我觉得这2-3年都有机会，好吗？美国让战争，中国倒退战争，郑国渠的案例是这样的状况，所以说我们从历史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它是不大会成功的啦。美国要拖垮中国，这基本上不大成功。就算发生台海战争，中国大概也是可以渡过去的。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可以制裁中国，就像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制裁俄罗斯一样。你真的要把俄罗斯往死里搞，俄罗斯也不怕你，你知道吗？美国的军备比俄罗斯强再多也没有用，为什么？俄罗斯它有世界上最多的核弹，我最后的王牌就是核弹，对不对？你无论如何，你核弹没办法跟我比，所以说俄罗斯怎么样，美国也没办法跨越它，这是因为核弹的问题。中国未来核弹你也是没办法跨越它，说无论如何，中国、俄罗斯跟美国，还有这个非洲地区、欧盟这个地方，这4大区块，未来就是势足鼎立的状况，好吗？疫情持续多久到年底之前就结束了，好吧？虽然我们看疫情刚才骂得很凶吐槽很凶，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了，台湾疫情在年底之前就会结束了，好吗？这个大概率都没什么问题，只要我们还可以一起活到那个时候，基本上那个时候就结束了，好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南部有机会大爆发，有机会了，感觉不会发展战争，因为台湾真烂了。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我们就看这个妖孽什么时候出来吧。它是已经出来了还是没有出来？我们拭目以待。我们都是参与历史的人，我们并不是主导历史的人。我们能够主导的就是我们自己人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还没看金老师周报的，请前往金老师的频道。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